伊朗近期和以色列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伊朗长期高喊反美抗犹的大旗，在实际行动中也践行着这一思想。但是这些年下来，伊朗在中东地区好像已经被孤立了。即使现在以色列疯狂地对伊朗输出，却没有人站出来和伊朗一起对外做斗争。虽然伊朗现在对外展现的非常的强硬，但是呢，从上一期讲到伊朗空军的战斗机作战力量，就不难发现呢，伊朗空军现在就像是我们以前的满清末年一样，大部分的战斗机作战力量呢都非常的老旧破损，已经难以进行维修再加上材料短缺，基本上是处于报废的边缘。那么随着愈演愈烈呢，双方的这种报复性行为是否会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从而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呢？这暂且留给未来去解答吧。我们继上一期讲到伊朗空军的战斗机作战力量之后呢，本期的武器排行榜呢，继续和大家探索伊朗空军的预警机以及各类的支援战斗力量。虽说伊朗在最近30年以来一直没有面临重大的常规军事威胁，大多数都是西方国家的制裁，所以其空军的武器装备配置情况还是非常的老旧。运输机方面，伊朗空军的运输机配置目前包括现役的6架波音 747F 货机。这几架波音 747F 货机是伊朗在1970年代采购的，当年主要是用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跨境战略物资运输和海外军事资源。根据这些年的案例，伊朗主要是使用这款货机进行周边国家，例如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装备援助，而以色列则会通过拦截伊朗的波音 747F 货机，以期达到某种目的。现如今，伊朗空军的波音 747F 的存量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它整体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是因为相对于专业的军用飞机来说，波音747这款飞机大部分也用于民用客机领域，所以呢，它的配件以及维修保养并不是很困难，所以呢，它整体的一个状态呢还是非常可以。而伊朗的这几款波音747货机呢，还并不是它的一个主力的运输机。而伊朗空军真正的主力运输机呢，是现存的28架C130EH 大力神运输机。伊朗空军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是伊朗在1970年代从美国采购的，服役到如今都已经55年了，其主要是用于伊朗空军的战术运输、空降作战和特种支援任务。曾经伊朗就使用 C130 运输机向叙利亚 T4 空军基地运输见证者129无人机，但是它的出用架次却没有波音的 747F 货机高。这是因为美国等国家的制裁造成了伊朗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大量的配件和保养设备缺失，所以虽然有28架的库存，实际上可用的也就18架不到，并且大部分都是作为零部件捐献者，实际上能够出动执行任务的也就不到10架了。伊朗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已经是飞一次少一次，再加上缺乏现代化的航电系统升级，整体的航程和载重能力也都显著下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么伊朗空军的第3款主力运输机就是现存的5架伊尔76运输机。这几架伊尔76运输机的来源比较复杂，以前美苏冷战时期，伊朗就是苏联的重要武器装备采购合作伙伴，那个时期的伊朗采购了不少苏联的装备。国际上普遍认为，那个时期伊朗就已经获取到了伊尔76运输机。还有一部分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当时的许多伊拉克飞行员驾驶伊拉克空军飞机飞往伊朗，以免这些飞机遭遇到联军的摧毁。戏剧性的是，伊朗呢直接扣押了这些飞机并且拒绝还给伊拉克。他跟伊拉克说什么呢？他说这是两伊战争之间给伊朗造成的一个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些飞机中就包括了伊尔76运输机。随后呢，伊朗将这些伊尔76运输机呢编入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进行服役。还有一些是伊朗从第三方渠道和俄罗斯获取的，经过多年的使用和更新迭代，伊朗的伊尔76到目前为止仅剩下大约5架左右可以正常运行，主要用于伊朗的国际采购运输和重型装备投送等业务。但是年久失修的伊朗伊尔76运输机航电系统和各项功能已经越来越不行了，存在飞行问题坠毁的风险。除此之外，伊朗还有一些小型的飞机，例如13架
皮拉图斯 PC-6 涡轮螺旋桨多用途飞机，2架波音707改装的预警机，3架波音707改装的空中加油机和3架747改装的空中加油机等等。同时，伊朗为了海上巡逻、预警等任务，还配备了1架由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猎鹰50改装出来的侦察机和5架 P3F 海上巡逻机，进行海上巡逻、侦察等任务。伊朗空军除了这些大型的空中支援力量之外呢，伊朗还配备了少量的直升机作战力量。那么其中就包括了2架贝尔的206多用途直升机和1架贝尔的212军民两用多用途直升机，执行一些简单的日常任务。而专业的运输任务只是通过2架 CH-47C 支奴干重型运输机进行操作。这个型号的支奴干运输机于1967年10月14日进行首飞。伊朗在亲美政权巴列维王朝时期就已经接收了68架 EM-CH-47C 支奴干运输机，并在伊斯兰革命后继续在伊朗空军服役至今。该运输直升机在两伊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如今也已经残破不堪，仅剩下2架左右可以正常运转的 CH-47C 支奴干运输机进行勉强维持。除了这些作战用途的空军支援战斗力量之外，伊朗空军还配备了1架贝尔206、15架 F5F、2架雅克130和34架 PC-7 教练机作为训练机使用。这些基本上就是伊朗空军的支援辅助战斗力量了。从这些配置可以看得出来，伊朗空军的战斗力量配置基本上还是以前两伊战争时期的配置，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进行升级。这一方面是西方的制裁造成无法获取有效的采购渠道和升级订单，第二个方面是没有培养自己国家的科技人才，造成自研能力和科技水平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在如今世界格局下呢，没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作为支撑体系，所有的这些国家呢都将会成为弱者。那么弱者呢，就是强国争霸下的棋子，伊朗呢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伊朗的未来发展是如何呢？就看伊朗的造化了。好，那么伊朗空军的系列呢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继续和大家分析另一个国家的一个空军发展情况以及配置情况。我们下期见。本期由讲堂军库淘宝店独家特约播出。讲堂军库拥有超过8年的合作伙伴，为大家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大家随时光临。商用、民用和特种用途都在合作的讲堂军库。